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今天为大家带来《只狼试玩录像》的下半部分，主要呢展示一下无头白蛇以及破戒僧。那开头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朝场景的左边走的话，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僧人。那在这个僧人身上呢，有一个后面要用到的关键道具，所以这里呢，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僧人的进攻方式。这个僧人的话应该算是精英怪，因为他有2管血，而且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攻击速度非常快，范围非常广，伤害呢也不低。所以如果我们跟他这样焦灼的来回耗的话，对我们很不利啊。复活之后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的视角不会自动锁定了，所以需要调整一下，重新锁定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进攻手段是带有追踪性的，所以呢，对，其实跟他耗的话对我们非常不利。那这个僧人应该怎么打呢？其实也很简单，他的这个架势槽其实很低，如果我们一直对他进行攻击的话，他防御我们的攻击也需要消耗架势槽，所以其实没有几下他就会扛不住。那第一呢，不能让他的背后有很大的空地，不然的话他会向后跳跃。其次呢，就是要连续攻击他。可以看到我们的攻击他是必须要防御的，对，其实很快就打死了。那这个道具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用到的关键道具，这里先拿一下。从这个场景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之前的那个视频里大家看到的开场的画面了，会遇到那个拿着长太刀的武士将军。对，这里的这个墙其实是可以靠2段跳上去的。从这个屋顶往下呢，就是之前的那个画面了。这个鬼火点，我们可以往前走，看见预告中的那只大蛇，那条白蛇。那我一开始呢，以为游戏的这个高处掉落没有伤害，但其实如果是非常非常高的地方呢，像这里其实是有伤害的，所以大家其实在游戏里还需要注意一下，不要从太高的地方直接往下跳。往前走呢，这里会有一个白蛇出现的特写，这就是预告里出现的那条白蛇，非常的大。那我们需要在它扭头查看另一边的时候呢，潜入到它下面的这个草丛里。如果画面的4角出现了黑角的话，那就表明你现在处于隐匿状态。这个时候呢，这条大蛇是看不到我们的。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出去，出去的话立马会被它发现，然后一口大概就会咬掉1管血。可以看到这里是特意给了大蛇的这个非常多的特写。那它其实就是会在这边观望一阵，然后转向另一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往山洞的另一边赶路了。这里呢，想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条蛇，所以我们选择蹲在原地。可以看到这个蛇的建模非常的精细，包括嘴巴里几排牙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往另一个山洞赶路了。进入到这个山洞以后呢，大蛇是会必定追加我们的。这是个必定会演出的动画。然后呢，
从这个暗门过去呢，就是最后一个场景了。上一个视频里呢，有朋友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剪辑的转场啊，其实不是，它就是游戏里就是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暗场。那从这个山洞走出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试玩的最后一个场景一座桥。那在这座桥上呢，我们就会见到最后的 BOSS 破戒僧。那在打破戒僧之前呢，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试玩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你其实可以全程不用打前面这些敌人，全程跑酷直接去打破戒僧。那在上一个视频里呢，然后我看到有些朋友说我们不太会玩这个游戏，以及为什么打得这么烂还要把视频放出来。那其实制作这2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是给大家尽可能全面的展示这个游戏的每一个细节。那所以呢，并不是以速攻、速通或者是无伤完美为主要目的的。所以就比如说待会儿会看到的那个巨人士兵如果我直接从高处一刀处决他的话，那大家在上个视频里也都看不到他会使用横踢以及他很怕火这个弱点。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在你不知道怎么去打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尽可能模拟了一下那个状态还有朋友说这个鬼火点很多那毕竟它是一个试玩，所以呢，可能实际游戏里在这方面会有不一样的调整这也跟难度直接挂钩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的是，因为这个试玩机器的问题可以看到视频里很多地方掉帧极其严重尤其是在最后这个场景，最后去打破戒僧那个场景，掉帧非常严重。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机器本身的问题，因为我在科隆游戏展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顺滑，可以全程跑满60帧而且毕竟它只是一个试玩，所以在优化方面呢，肯定没有做出那么多的费心费力。那正式游戏呢，其实一切的游戏表现请大家以那个游戏发售后的这个情况来看又来到了这个大蛇的地方。好现在可以通过了。其实在下面也不用躲着，这个时间是完全可以再跑过去的，所以当时为了节省时间录制视频，然后我就直接跑过去了，没有再等它。可以看到这个动画是一定会演出的。好，那前面呢还是像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打最终 BOSS 的这个场景了。其实游戏呢，可以看出游戏给了你很多的这个思路你可以打得很好看，可以很快很华丽的就打过它，但如果你打得很保守的话，其实呢也是可以打过的。就比如说刚才这样主动的避敌不去御敌，你其实可以很快的来到这个最终的场景而且怎么来那个呢这个破戒僧亮相的这个动作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每次视频录制的时候都保留了这一段。先来大家看一下破戒僧会使用的几个招式。你如果离他很远的话，他会使用这个跳劈，然后这是他常规的3连斩。对，离他稍微有点距离，他就会使用这个跳劈。可以看到这个破戒僧的姿态非常的优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敌人。这个场景里可能运算量比较大他一挥刀一有树叶的时候就会掉帧这个地方千万不能提前滚，因为他这一刀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个稍微有个追踪的效果，如果提前滚的话必定会中
还是这个3连斩。这个3连斩，如果你选择过去去扛的话呢，那他后面会接着砍很多刀；你如果不扛的话，他只砍3刀。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完整的打他的这个录像。这个亮相非常的帅。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打了，不用等他这个亮相结束。这个3连斩。看，如果你选择架招的话，他后面会打出这5刀。尤其是最后一刀，攻击力道非常强，即便你扛住了，也会有很大的硬直。看，这第2斩，你如果接到了以后，后面会有拍身动作，你如果不去扛的话，他就没有那个动作了。同样的，你所有的招式扛住了以后，它都会有一个继续追打的效果。看，又是第2刀扛住，他会再打2刀，出一个突刺，然后可以砍3刀，稳定的砍3刀，有的时候可以砍4刀。那它的这个架势槽，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已经显红了，表明它已经不能再扛我们的很多次攻击了。所以这时候我稍微有点心急，想过去直接攻击它，把它的这个架势槽打满，就像这样，其实砍几刀就会满，直接可以处决掉第1管血。那破戒僧的第2个形态呢是比较难打的，它会化成幻影的状态，连续的砍3刀。这3刀是可以直接打死你的。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打的话呢，打这个阶段很困难。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会像我这样在树上打，然后找这个时机，这个时机只有1秒钟，可以立即处决，打到第2管血，非常的快。然后马上他就会使出5连斩，这5连斩不建议大家去扛，因为你要连续扛5下，而且每次都会加很长一条架势槽。像我刚刚所说，如果我直接像这样处决掉他第2管血的话，大家根本看不见他第2阶段会使出什么动作，所以上一个视频里呢，我们就尽量不去速杀每一个敌人。可以看到，依然是这个飘逸的3连斩。第3阶段的话，如果跟他耗太长时间，他还是会使出那个幻影的那个攻击，所以呢，不能跟他耗太长时间。可以看到他收刀的这个动作非常的轻，他这个突刺的这个 V 是很好躲的，然后上去可以砍3刀，然后再放 ，BOSS 战结束了。接下来呢会有一个特写，主角会拔出背上的这把不死斩，终结掉破戒僧，这也是整个流程里唯一使用不死斩的地方。说到此结束。